受不了了，冻死了！找人了，找人了。这么大岁数干利工？不干利工干啥呀？多大岁数没也得生活呀。可比生活更难的是生存，哪怕外面已经零下20多度，除了等，他们别无选择。有没有好心人帮忙？2天没吃饭了，垃圾桶也找不到吃的，我去当手机人家也不要，好想吃顿饱饭，不是骗子，我要是骗人，天打5雷轰。又一个老哥饿到倒下了。广东大神流浪基地啊，找不到工作，这边好多老哥半夜饿到呱呱叫。这小伙他自称他是一个四川人，来沈阳找工作，然后没有钱了，说2天没吃饭了，然后饿倒了。你看这个好心人，这个美女小姐姐给他2块糖吃。就是房子。现在实体店不好搞啊。对呀。你不要哭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就行了，你不要哭嘛。哭了，哎呀，现在做生意人真的很难的。你不要这样了嘛。辛苦了，老板娘。心累。接近年关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跌，失业人群与低收入人群大幅增加，城市街头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因饥饿而晕倒的人。这一现象的出现，直接戳破了中共宣称的脱贫谎言。中共所谓的社会保障机制，也仅仅是个欺骗民众的摆设。持续的经济低迷，在北上广深等1线城市表现尤其明显。以往人潮汹涌的市中心商圈，如今人烟稀少，商场冷清，大量商场与商店陆续关门停业。临近年底，中国网络平台频繁出现更多商家倒闭，失业人群在网络上倾诉不敢回家过年的生存困境，社会民生压力不断显现，民不聊生的现象进一步扩大。真是完蛋了，全部倒闭了！你看，一家都不剩，全惊。看着我的镜头啊，这边有这么1-2家还在接手，太惨淡了。你说现在空了这么多的户，好几万户，应该痛苦率超过70%以上，生意如此惨淡。那么你说现在这个商户空成这个样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老板变老赖，百姓全负债，房子等拍卖还背了一身债。工作啊，只剩下快递和外卖，但是啊，钱赚的还没有花的快。失业人不是摆烂躺平，就是直播间里啊半夜妖魔鬼怪。你们说这全民负债到底是谁的责任啊？复兴门百盛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以后在这块地儿就看不到百盛的牌子了。这个陪伴了北京几代人的时髦商场真的要关了。要想生活过得好，周末逛蓝岛，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一辈的人常说的话。但是现在在北京开了33年的老商场蓝岛大厦，在2月28号就闭店了。都说北京2000多万人，但走街上咋这么空旷呢？以前下班点国贸桥下那是人潮，现在晚高峰感觉都能跑步了。胡同里遛弯的大爷大妈好像也少了，人都去哪了？还是都困在环球影城和各大写字楼里没出来。2026年2月8号早上的8点09分，最低温度是-12度，环球的客流量断崖式下降。世纪金源贵友这边撤摊了，这边全是大货车。这是华为啊，他们以后撤摊了，这边都撤摊了。对，那边是居安之家，这边之前都是那个金店。那边应该是华为，这边是卖金银首饰的区域，都没有了。几十年的老超市北京华联居然倒闭了，太突然了，姐妹们！这2天超市陆续搬空，那么多年这里的生意一直很好，以前经常来这里买东西，今年也顶不下去了。
这是在这个大石栏区啊。还有一家，旁边还有一家卖烧饼的。哎呀，关门了。哎，得，今天这早点还没着落。你看看，平时不觉着，你看看他们一走了，还真是不方便了呢。今天来参加招聘会来了，看这边都是博士，然后这边也都是，很多人都在排队。然后这边几个是公司，然后公司的就没有人在排队，然后学校那边的都是在排队，全都是博士，压力好大呀！我去排队去了。我来上海之后，最开始是干的运营，结果其实就是在网上拉人头，拉到一个微信给5块钱。最搞笑的是没拉到被辞了。被辞了之后呢，去干主播了，干主播把自己累病了，然后也赚不到钱。赚不到钱，前2天又找了一份工作，干6天又被辞了。本来我觉得这份工作应该蛮适合我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装修公司的运营。我想直接就是和我的专业和我的工作经历结合了一下呗。结果人家说我拍太丑了，6天把我辞了。这都腊月19了啊！在北京这么大个商超，这人都跟傻子出草剂似的，没有人啊，全是自己人。谁能给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情况？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，在北京这个1线城市中也已肉眼可见。尽管北京市政府官员近日公开宣称，北京经济持续回升向好，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，但现实景象却与官方表述形成鲜明反差。大量老牌商场停业倒闭，曾经东富西贵的步行街道两侧门店紧闭，曾经热闹的农贸市场变得无人问津，失业率持续攀升。多位北京居民反映，当前生活压力显著加大，不少人面临生计困难，就业形势严峻，进一步压缩了底层群体的生存空间。北京市民表示，过去北京人口密集，餐馆众多，剩余食物也相对充足，而如今人少了，消费减少，连维持基本生计的机会都在不断消失。你以为实体店倒闭，倒霉的只是实体店的小老板？大错特错，实体店这么一垮掉的不是生意，而是整个城市的经济，这是一场没有幸存者的恶性循环。我住在古北啊，这2天看到黄金城道步行街的这个 Costa 咖啡店关门了。一个老牌咖啡店会突然倒闭，其实让人蛮意外的。这20年前的黄金城道啊，是上海中产的样板间，外企白领、使馆区、国际学校，一堆高级日料店和西餐厅。就黄金城道的没落啊，其实特别像上海，不是哪天突然塌了，是一年一年的往下滑。现在上海的情况真的很反常吗？它已经不是几年前认识的魔都了，而且今年各行各业都难到了骨子里，工作呢是越来越难找，薪资呀是一降再降。我认识的那些在淮海路、南京路上卖衣服的小姐姐的店全倒闭了，失业的人是一抓一大把，可每个月房租、房贷、日常开销一样都没有少，压的人是真的喘不过气儿，连工地务工的师傅们呀都没活干了。你们知道现在断供的人数有多夸张吗？我给你们说个数字啊，能把你们吓一跳，足60多万户，这不是小数字，这是历史新高。以前你敢断供，银行马上收房起诉拍卖，强势的像个土财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60万房子堆在那里，银行现在彻底服软，开始利他了。你断供，你银行经理还得拎着水果把你当大爷伺候。他们低声下气的说，哥，你每个月象征性的还点就行，有还款意愿咱们就是好伙伴。你发现了吗？上海已经彻底的变了。我感觉呀，上海正在悄悄的变穷。年前很多人说爱上海，年后就提着行李箱跑路了。最近跟一起来上海的朋友打电话，想喊出来聚聚，一问才知道他们回老家了。
真的是消费降级的时代来了，整条街都冷冷清清的。你说到底是上海变了，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想明白了呢？我发现啊，上海大街上真的是人越来越少了。就是我今天去城隍庙，我发现他那里真的人很少很少，比我2018年的时候人可多了。那里买包子的排老长队了。我发现上海可能经济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这就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吗？这跟我们乡镇差不多啊。你看这商铺全部倒闭了，这不会是要拆迁吧？这一块你看破破烂烂啊，浙江中路出租出售，应该不是拆迁啊。上海的经济状况同样不容乐观，许多曾经人流密集的步行街，如今冷冷清清，大量商铺关门歇业。年关将至，上海却呈现出越发萧条的景象，不少外资企业撤离，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明显减少，越来越多市民切身感受到经济压力。街道两旁成片店铺倒闭，即便是市中心的核心商圈，也难再现往日的繁华场面。有上海本地居民表示，当前许多行业普遍陷入困境，收入来源不稳，赚钱愈发困难。当大多数人缺乏可支配收入时，消费自然持续萎缩，商家利润下降，街边店铺成片倒闭，就连市中心的顶级商圈也出现消费崩塌的局面。更为罕见的是，过去始终热闹的大街上，竟出现整条街不见行人的情形。即便在有人流的区域，仔细观察也会发现，约80%至90%的人只是逛街，并未发生实际消费。上海火车站在所谓高峰时段同样显得空旷冷清。以豫园城隍庙为例，这一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，如今人流量较2019年同期下降约2/3。过去民间接踵的景象已不复存在，即便在午餐高峰时段，整条街也鲜少有顾客进入餐馆消费。偶尔出现的人流中，多数只是拍照打卡，真正进行消费的人寥寥无几。有网友形容，当地人气几乎被削弱了99%。2年前，在上海长乐路的街边，仍可见不少市民聚餐饮酒，而如今在同一地点却几乎难觅行人。有人感叹，这座曾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城市，正在逐渐失去昔日光彩。现在的深圳环境差到什么地步了？你们真的知道上海陆家嘴有多少人吗？这里就在东方明珠脚底下，隔壁就是汤臣一品。然后你看这里的 C 位，一大半的商场全部都是关着门的。不光在这里啊，今天你们也知道吧，这里也是30万一平的顶级豪宅，连它马路对面的这些县商场也都关门大吉了，连咱们最有钱的一批人消费都下降了。这里啊，可是全中国最发达，乃至全亚洲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啊。生在上海84岁了，这个经济啊，跟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平啊，还差得多，比以前要差。就是整个可能经济发展在发展了，然后这方面经济无关你是跟我指的是跟上层的设计有关。在广州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人好像变少了。2100万人口的广州啊，现在是商场上没有人，饭店也没有人，街面上也没有什么人，就连北京路、上海九这些顶流商圈啊，也都没有什么人了。要是在前几年呢，凌晨3点楼下的大排档啊，都是坐得满满的，但是现在呀，都贴上旺铺转让了。你说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？是回老家发展了，还是说去别的城市了呢？风洞，连的这7间商铺全部是空置的了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北京路的一个正街。我现在在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的位置，当年单价100万1平方的商铺，你看现在整条街区一片废墟，全部都倒闭了。这里当年最高峰的时候，进场费都要高达70、80万了。最近我发现，深圳满大街的店铺90%都在亏钱，剩下不到10%在硬撑。真正能赚到钱的，可能连5%都不到了。除了福田和南山，如果你不信，自己下楼转一圈就懂了。如果你在深圳开店，早就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了，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牲口用，老板呀就得当超人用。
为什么在深圳摆个地摊儿成本那么高呢？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居然要1万块钱，这还不算食材成本，这每天的开支至少得300块钱呀！真的是深圳赚钱深圳花啊，一分也别想带回家。所以在深圳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。2025年应该是近10年最惨的一年了，800万投资，这超市一个人都没有，宣布倒闭，所有货架设备白菜价处理。实体经济咋了嘛？今天星期天，偌大的商场一个人都没有。曾经的武侯万达作为成都第4座万达广场，从17年开业到至今，经营状况一直是不温不火。在今年终究是顶不住压力，悄然离场。见过公司破产的，也见过公司跑路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。就是前一天晚上，他们还在这里开会，你看泡面都准备好了啊，然后那个水泡好了，老板位的那个手提电脑也在，然后第2天一夜之间整个团队蒸发了，整个团队不见了。然后我问了一下，这个团队是当时给了2个月的押金，1个月的租金，现在只进来了10天不到，然后直接就走了，所有钱都不要了，直接跑了。太吓人了！看一下，这整个2楼基本上全倒，你看到3楼这电梯已经停在边围挡围起了，到4楼的话也围起了，基本上这个就是3楼、4楼全部闭店了，就不给上去了已经。这个商场从开业到现在仅仅1年半的时间，但真正的营业半年就倒掉了。这个商场，哎，好吓人啊！深圳的租房市场最近好像悄悄的变天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？反正我接触的房东里，现在10个有8个都在发愁，房子不好租了。以前快到租期的时候啊，租客常常主动问续租，现在哪怕降个300-500，连问的人都很少。更明显的是，地铁口的房子，前2年都是秒光，现在精装修都得挂半个月，咨询的人寥寥无几。房东群里经常看到急租可谈价，有的还送网费、包物业，但房子就是空在那里。在深圳活得像个人是需要极高的成本的。我住的城中村的房子，楼梯2房1厅，1600一个月，根本都不是人待的地儿，没有阳台，我的衣服都是晾干的，连房子都看不到阳光，阳光真的是要收费的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，桌子只够放了1台电脑，我趴那里写字都盛不下我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深圳到底走了多少人啊？以前我整层基本上是满座的，房子空出来的话，最快几天，慢的话也就1个多月就租掉了。但是现在我发现了，我住这一层总共是6户，现在空置的就有4户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少了很多人呢？这间房子它也带电梯，也不是很差。周日的美食街呀，看看都没有人呐，太难了，都没有人。今年的行情啊，到底啥情况啊？混不来，没源头啊。广东作为中国第1个经济特区，自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，人均 GDP 增长超过220倍，经济总量一度接近韩国水平。广东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导向，长期以来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。然而，网络上大量视频显示，过去深圳市中心、火车站周边以及核心商业区人山人海，如今却空旷冷清。大批商场停业关闭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，许多人长期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勉力支撑，前景迷茫，最终被迫选择返乡。2025年12月15日，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11月，中国多个关键经济指标全面恶化，工业生产、消费支出、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领域均呈现下滑趋势。截至11月，社会零售销售额已连续6个月同比增速放缓，这是自202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放缓周期。固定资产投资在2025年前11个月下降 2.6%， 预计将出现自1998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